也好，地线带电，这个电比不亮。测一下它的火线正常，零线正常。再看这一个插座，火线正常，零线正常。D 插带电，这就不正常。这一个地线插正常。这个插座地线带电，我准备打开这个插座。先看一下对面墙上还有个插座，我刚才拆开的一个插座。这个插座前2天来师傅修过，房主说来那个师傅把他的地线给拆了。为什么要拆掉这2根地线呢？是因为他们家的热水器一摸就电手，用电笔测这些水管都亮红灯，这就证明上面带电。它不光热水器的水阀，还有这些水龙头，一摸也麻一下。热水器的厂家也来了，说它的地线带电。把这个地线断开以后，热水器摸着才不电手了。这个地线往哪走是连着热水器，一侧亮红光，这个亮红光，亮红光就是线上带电，零线不亮。它这个红光的亮度不一样，看墙上这个反光。测一下这2根地线分别带多少伏的电压。先测热水器过来这个地线，几十伏啊，这是打小档位。测这个地线电压24伏。再看这一个，哟好，这个得升高档位，测的电压挺高啊。看看带多少伏，100多伏啊。这个100多伏的电来自哪里呢？为什么这个地线没放掉呢？地线是连热水器外壳、冰箱外壳、空调外壳，这些电器外壳都带感应电，这个电压100多伏。这个感应电没放掉，是不是他们家的主地线不好呢？打开配电箱，新装修的房子，找一下有地线。看着有地线，并不代表地线一定是好的，就是一定是起作用的。用电笔测，地线不亮，电笔不亮就代表好吗？只能说这个地线不带电，和插座那个地线不一样。万用表测一下电压，零火之间电压正常，测火地的电压正常，然后测零地之间的电压正常，打个小档位。再测地线正常，地线没问题，主地线是好的。也就是说这个地线往插座走这一块有断的地方。好吧，那我就打开这一个插座，刚才测的它的地线是亮的，有地线，但是我发现就1根地线，零火线都是2组，都是2根。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。再打开旁边这一个插座，看有没有新发现。这个插座看了一下，应该是从配电箱过来的第一个插座，然后并出火线、零线，地线用一个蓝线作为地线，这样接是没问题。但是它并出的地线没有和这路线，没有和这一个插座地线并在一起，也就是说这路线往后的地线没有与主地线连接，才会导致感应电放不掉。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只需要把这2个插座地线并在一起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找了根地线给穿过去，这是装修改水电的师傅在接线的时候给忘了。这样把地线2头一并，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了。送上电再测一下，零线正常，地线正常。这个感应电哪有那么高啊？应该是有漏电的。一会儿测试一下。再测这一个插座，这个地线没接，还是带电。这一个就好了。这个走线方向应该是热水器的方向，是卫生间的插座，所以这2个地线也得连在一起。现在再看热水器，再测就不亮了，感应电没了，这是正常的。水龙头也没了，刚才正亮。全屋就这一路线有问题，拉掉这个电闸。
刚才测的这根线100多伏，拉掉电闸就没了。两根地线并在一起压在插座上，送上电，再测，好了，这就正常了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就是因为插座之间的地线没接，导致感应电放不掉。那这个100多伏的感应电从哪来的呢？这是一个普通的立式空调，这里有个开关，把它打开，用电笔去测火线，亮红灯，零线不亮，再测地线，地线不亮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测零地之间的电压，这都是正常的。我拉掉电闸，然后拆下这个地线，这个地线是连着空调外壳，然后送上电，电笔测火线，测地线，测零线，正常。空调的地线亮红灯了，这个时候测一下空调地线带多少伏电压，看100来伏。现在空调啊、微波炉啊、外壳都带感应电，这个感应电需要对大地、对地线放掉，不然的话人摸到以后会麻手。所以说这个地线好不好很关键，这样它这个水龙头麻手的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，可以用电笔来测一下上面带不带电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黑，真黑，就换这么个小件儿来修一台设备，这是个什么设备呢？双头锯，说这台锯操作没有任何反应，看看哪里的问题。直接来看配电箱，设备现在是通着电，电闸都没有跳的 ，PLC 亮灯不明显，所以我怀疑 PLC 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。用望远表测一下它的进线，电源是不是220伏，电压有220伏 ，PLC 通电正常。我首先想到是 PLC 的问题，你看这指示灯都不亮，所以我怀疑是 PLC 的问题。PLC 的输入电源220伏，一火一零。你看这些指示灯不正常，那我就打开看看里边的情况吧。把外盖拆掉，这些集成模块上面全是那些铝屑，就是铝合金切下来的那些渣渣。这个集成块上面密密麻麻的一层，这个用气枪吹一吹。关掉设备电源，把插头拔掉。PLC 底层是一个电源板，哎呀，你看这个铝合金渣渣无处不在呀，密密麻麻。这个东西是导电的，会不会是它的原因导致电源输出不正常呢？保险丝也没烧，气枪伺候，把上面渣渣吹掉以后，是不是就好了呢？吹完再接上电试试，插上插头，送上电，测一下 PLC 输入电压，220伏正常，电压正常，但是 PLC 的亮灯还是不正常。这些指示灯应该有亮的，但是都不亮，所以还是它的电源有问题。关掉总电源，我得要把整套 PLC 拆走，拿回去修，拿给我们的小徐师傅看一下什么原因。PLC 变频4伏，专业维修20年，看高手怎么修这个电路板的啊。先是拿在手里看，刚才我也在看，他是戴着眼镜看，不一样。还有趴上去闻，我也闻了，闻到糊味了，然后就开始动手了。再就是测，望远表测整流，测整流二极管的管压降，整流没问题，没测出什么来，测的都正常。这是要干啥？要通电，通电测试。看一下高手先进的实验设备，用上了古老的灯泡，然后调一个合适的电压。这才是有技术含量的活。我那些修电都是小打小闹。电路板通上电以后有声音，这哪响的？就这个声音发出来的，不排除它已经坏了。
那这个什么呀？这个就是关了开关芯片了。那就换掉这个芯片。对，芯片。换台子。哎呀，这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修好给你2.5块。好了，这个键拿掉了，整一个新的换上就知道好不好了。就这么个东西2.5块，黑不黑？它这个颜色为什么是黑色的呢？好了，新的换上了，刚才通电测试正常，不知道装到设备上能不能好。把 PLC 重新装到设备上，插上插头，上边是输入，下边是输出。那送上电试试吧。哎，好了，亮了，亮了。好了，一键启停，好使，都正常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看一下这个哈，白天通电，晚上就爆炸了。这个看一下爆炸的地方，铜牌都刺黑了，是在哪个地方爆的呢？看铜牌这儿，2个铜牌之间，哇，打得很厉害。这个相变装的时间不长，新上的这才几天呀，这铜牌都打黑了。那这是谁的问题造成的呢？新下的电缆线，他们非说是接电缆线没接好，接地造成的。反正我看是不像。如果下面的电路有问题，它不会爆这一块，铜牌之间短路，然后这个断路器里边也烧得很严重，很明显这里边也发生了一些爆炸。那这个位置，这2个铜牌之间是绝缘的，能各打出这么一大块豁口，那是有东西短路造成的。你比如一个螺丝从上面掉下来，瞬间短接。铜牌的这个正面烧的不严重，看一下后面，或者是从后面掉下来的。你看啊，它这个电弧打火把下面刺黑的地方，不是从正面给这2个铜牌短路的。你看铜牌这一块它就没有烧黑，所以我就认为短路的地方是铜牌的后边。现在只能说靠现场这个现象来推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人家说施展接线不好造成的，那这个事故的费用更高了。如果是因为一个螺丝短路，那下面会不会有螺丝那个残头啊？但是找了找没找到，能是这个螺丝瞬间打没了吗？它现在输入这一块早就没电了，高压那一块都断开了，下面的线路也都摇了，没有漏电短接的地方，可以确定不是这些电缆线短路和漏电造成的。变压器新的，刚通上电3天，高压这一侧估计保险丝已经烧了，现场有高压的师傅，我是低压，我不参与。看一下换下来的高压保险丝，这么大，这是拆下来的断路器。看看背面这个位置，线圈的接线端2个线圈之间短路了。从它这个现象可以假设一下，会不会有一个螺丝从上端掉下来，螺丝掉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把铜牌短接，造成里边也烧了，外边也烧了。当然啊，短接的时候咱没看到，咱只是猜测，无凭无据不好说，但是可以肯定不是我们接线造成的。厂家的师傅行动很迅速，把断路器和铜牌都换了新的，换了新的以后送上电都没问题。这个事开始说我们接的电缆线有问题，把我们吓得够呛。好了，虚惊一场，是谁的失误造成的咱就不说了，所以干电活要注意细节，注意安全。感谢各位观看，请多指点。出来了，水泵在屏幕这里启动不了，朋友介绍的活过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。水泵的电闸跳了，配电箱好几台水泵，一个空开带一个交流接触器，
看信号，这个空开带着这个交流接触器，现在启动不了。正常情况下，电闸拉下来，接触器不能吸合是什么原因呢？应该能吸合大多数是因为热继电器的长臂触点断开了。拆下长臂触点的2根线，这2根线是 PLC 的输出信号，这个长臂触点应该是断开了，它是 PLC 输出，就是让交流接触器吸合的信号。测这个长臂触点断开的，没接通。它这个用眼都能看出来已经断开了。看我按一下复位按钮，这上面有个指示窗口，一按下去，触点就复位了。然后再测这2个，看看通不通。现在触点是通的这就好了。这个应该是电机线路有问题，它才跳开了。看一下电机线路有什么问题。通过上面的线号找到下面的电机接线。第一个就是先把万用表调0，测一下线圈电阻、3相电阻、标准摆动的位置。3相电阻不平衡了，不一样，线圈有问题，线圈有问题。测一下电机漏不漏电，直接对地线测。我也是习惯性的测完线圈测接地标准100到头电机是漏电的，电机不好。看一下电机是抽水的泵，这个多大的泵呢？这个得拆下来修电机电机名牌看不太清楚电机的封叶都碎了，封罩也打碎了，这个没办法，让他们拉出去修吧。先修电机，修完电机再说呗。这个拆装都很麻烦。等以后想在这个地方装一个变频器来控制这一台水泵，那就去先修电机，整个拆下来了。看修电机的师傅是摇表摇一下。电机线圈接地是漏电的，100到头跟我万用表测的一样。这个师傅给他们家修过水泵，师傅用手转了转，说轴承可能不太好。这个东西要是在现场根本没办法往下拆，它后边这一块有叶轮，全是塑料的 PP2 的，不知道这个电机好不好拆。看一下电机名牌是多大的电机，看出来了，15千瓦，没看到电流，看到了1460转。我俩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电机拆下来。这外套扎了，盖坏了。这不也打光了是吧？这个打光完了，烧膛了。对，崩这样了。很明显，这个转子烧膛了，后盖的轴承都不行了，都在上面打光了。你看这个转子上面磨的一道一道摩擦的痕迹。再看一下这个定子线圈，这个很明显，咱说的烧膛就是这个定子跟它有摩擦。定子一转子它不能摩擦，一摩擦就完了。你看这线圈都烧的直接都击穿了，这一块磨的锃亮，线圈之间短路了，都打火了在里边，这一块都打黑了。所以它这个要重新缠线圈，很多师傅都不知道烧膛什么意思。电机烧膛会烧线圈，会造成跳闸。造成烧膛的原因也基本上都是轴承这一块不好了，盖是铝的，敲都敲不下来，这个轴承粘上面了，换轴承重新下套，所以说维修起来也比较麻烦。想看线圈怎么缠的吗？烧膛书上说转子与铁芯摩擦称为烧膛这个膛是月字旁的膛。怎么来判断电机烧膛？一些小技巧和原因。烧膛会使电动机温度显著升高，摩擦铁芯发热，最先烧坏的是摩擦那个地方的桡柱，更严重的会造成铁芯变形。原因轴承的故障，还有外部力量的故障，包括轴弯曲等等，这些我以前在工厂的时候遇到过。对于维修的师傅，只需要了解电机的一些故障及其检测的方法，
就是什么原因会造成怎样的故障，这个故障又呈现出来什么现象，遇到这种现象怎么去测量，至于怎么去缠线圈，这个只看一看了解了解就行。这本书的知识很全，基本上你所想了解的东西这里面差不多都有，所以收到这本书的师傅您要看，或者是需要了解什么知识的时候翻开看一看。这本书1000多页，需要的师傅了解一下，感谢观看。开！是不是吓你一跳？心脏不好看不了这个，别人给介绍的一个活，帮忙看一下这个水泵怎么烧的。这个泵烧了吗？这是昨天我们开的时候。哎呦，对，就是这个电机爆的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打开这个电机盖，说在运行过程中突然跳闸了，不敢确定是电机的问题，然后打开电机盖一试，一开电机就爆了。好大的糊味啊！对，这味很大。它这好像我们昨天看好像这边冒火。这已经烧了里面，线圈直接烧了。需要换线是吗？这个得插线圈了，这个。这多少的？101安55千瓦，还是个星角启动的。星角启动，这个先不管，我得先看看这个。这2个泵是给工地干活供水的，不是消防泵。啥都拉下来了，怎么能烧呢？2套水泵。那一套它是反转的状态，感觉听着那个音儿。反转的状态。要不就是反转，反正就空转。空转就是你听那个声音，它不是带水的呜呜的声音，它不是带水那种。测一下电机的线圈。就这边就烧了，那边那个电机没问题，这里边那线圈烧了。线圈烧了。后头柜没啥事。线圈烧了，而且这个线圈也漏电，电机漏电。知道，没看。线圈烧了。电是没问题。线圈烧了，它为什么会烧呢？人家的工人现在都管都不管了。可你说现在，都没通电，它怎么还一直处于熄火的状态？现在还送着电是吧？现在是有电的。对，有电的，一直处于熄火状态啊。接触器完了，都完了。接触器它一直处于熄火状态。这种你看多好。这有可能是瞬间短路的状态，把它的触点给干那个了。干坏了。把触点给你吸合在一起了，就是连在一起了。那个泵没动吧？动过吗？那个泵那个泵上次修过一次，他把上面那个抬起来，把底下换了一点。电压没问题，电压正常，电压正常。这个不能合了，这个不能用了，但是这个得换。运行过程中怎么突然？就是现在不确定的是它这个泵怎么烧的。不然的话，它那一个泵也不敢用。从外观看没发现原因。线头没有松的，没有虚接的，没有烧糊的，没有接错的，触点没有发红发黑的地方。为什么会烧呢？它为什么烧呢？
暂时没发现烧电机的原因。除了缺项，还有什么能造成电机烧坏呢？如果是缺项，它应该保护。即便是缺项，哪个地方缺项呢？电压正常。那边那个总闸在哪儿啊？那边就是上一级的总闸。我可以去看看吗？这就是消防泵。消防泵没发现问题。触点应该没有，之前一直在用。我知道，它就是咱不管以前，就管现在。来一下，触点没黑，触点没问题。触点没问题，线也没问题。它这是个漏电保护器，没看出什么问题。那出问题的地方在哪儿呢？刚才看了，线鼻子、线头压的都很好，没有虚结发热的地方。上面的接触器螺丝没有变颜色的，线头没有松的。反复的看了看，没发现问题。螺丝也都压得很紧。电闸里边缺项吗？这种可能性有，遇到过，就是里面的触点完了，导致的3项电缺1项电。我用减震钳把接触器吸进去这一块给它拽出来了，这个也拽出来了。唯一让我怀疑的地方就是它了。我要打开这个交流接触器，先拿下辅助出头，打开以后能看到交流接触器的触点。哎，找到原因了。这个原因啊，是吧？就刚才一直想说，昨天呢，我就跟老董说了，我们工人就闻到里面有一种烧糊的味道。这里面吧？对，这一个两个都有胡椒的味道。然后他们说，然后昨天还有一个安装了下来，对不对？他说烧糊的可能是个塑料的味道。它不是塑料的味道，我闻着就有糊味，我一进来就感觉有糊味，一种烧焦的味道。你闻到哪个还有味啊？这个就闻这个也有味啊？对。您是下来以后先闻到有味儿，对，然后再去开的泵，对，然后就冒烟。您是闻到这里面的味儿？对。这就是这边先。先闻到是交流接触器很大的味儿，然后电机后烧的。对。那就确诊了。它这个应该加一个热继电器或者是缺项保护器。看一下这个触点都打没了，这上面应该有触点的，现在没了，导致的吸合缺项，在运行过程中缺项，烧坏线圈。看里面都糊成啥样了？你看它这个触点打没了。第二个触点倒是好的，触点的位置都有点偏啊。所以说这个接触器触点结合也不是太好。另外建议他们在这个接触器下面加一个热继电器，作为电机过载和缺项保护。刚才打开这几个接触器触点都不是太好，有的都发红了，变颜色了，所以它现在的水泵都不敢开。这个泵以前也开过，说转起来的声音一直不太正常。你看一下它这个接触器中间这一项，很明显颜色都发红了。现在这个电机转起来以后，一会儿它自己就停了，估计也可能是缺项造成的。反正这几个接触器他们得全换，不然的话不敢开。对，我意思师傅在那边看呢。你看送上以后，它嘚嘚嘚就报警。你这咱们这个，你这有一个。
我知道这个闸送上去，它就吸合就转起来了，断电以后它就会爆。啊，这是一种正常状态。那就送一下呗，好吧？所以说，就是这种声音，我们自己都不敢开。就像这个水泵没水空转一样，反正这个声音挺大，不敢开。我也拿不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声音。越口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不正常的这个，有压力吗？我都不敢给你开。厂家跟我说是，厂家昨天教我。压力有，压力是有。声音怎么那么大？它能打得上去，水压都能打得上去。这是我们自己。而且它感应到电流特别大了以后，它自己就停了。第一个听到这个声音，像极了一种什么声音？像极了缺项。像极的说明就是一种电流的声音，电流比较大，比我们通俗的说法就是电流比较大的原因。突然缺项。声音本身是不对的，声音不对，所有的声音都不对，声音不对，声音不对，泵的声音不对，水泵的声音都不对。声音不对是里边的问题呗？那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加缺陷保护器吧。就是如果电流太大的话，它会跳开。就一般是不会烧了。换了以后呗，换了以后再看。他们说这两个电机以前就是一个开起来很沉稳，一个声音就很大，声音大的比沉稳的那个打水快，都是同一个管道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暂时没搞懂，所以还请各位老铁多多指点，感谢观看。